播出近26年的宝可梦动画，为什么会突然换掉男主小智，启用新角色？未来小智还有可能回归吗？近日，随着 GF 遭到黑客入侵，大量内部资料泄露，一份名为《小智和皮卡丘时代结束》的会议纪要也得以公开，里面详细记录了2022年5月2日宝可梦公司和 GF 探讨动画替换小智一事的全部内容。为了避免大家喷错人，这里就先科普一下会上提及的3方人员。首先是大家最熟悉的 GF， 他们主要是负责宝可梦正统游戏的开发，对于动画那边没有什么话语权，一般只是提供一些宝可梦的设定资料供动画组使用。另一方是这次会议的主导宝可梦公司，简称 TPC， 它是由 GF、任天堂、Creatures 合资创立，负责整个 IP 的运营，其中动画这块的业务 TPC 授权给了东京电视台、MediaNet 和小学馆共同负责。但是出于对动画团队的尊重， TPC 几乎不怎么插手动画的制作，任其发挥。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 TPC 对宝可梦近几年的动画制作相当不满，不得已介入了动画这边的业务，做出了更换小智的决定。于是拉上 GF 一同来商讨如何让小智安稳退场，以及宝可梦动画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开头是 TPC 关于宝可梦动画所面临的一些困境的说明。首先就是动画的收视率一直在下滑，影响到了赞助商的投资信心。二是小智每一时代袭击的操作，让观众难以与小智的成长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并且由于小智作为主角的时间太长，想展现人物的成长也变得困难重重。动画组曾通过在日月中转变风格，以及在旅途中用其他角色来弱化小智主角地位的方式来解决困境，但都收效甚微。三是小智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宝可梦大师？宝可梦大师又具体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就像海贼王结局时，如果不说明 One Piece 是什么，是无法向大家交代的。还有就是小智和皮卡丘的声优不合，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这点已经被小智的声优辟谣了。基于以上4点原因 ，TPC 做出了更换小智的决定，想要及时止损。但其实早在20年前，宝可梦公司的 CEO 石原和和先生就已经有了踢走小智的打算，并且他在这20年间也不停地在质问是否应该继续让小智作为主角。可见他老早就有了把宝可梦做成像游戏王那样一季一个主角一套世界观的计划。然而宝可梦动画的总导演汤山邦彦却试图把宝可梦做成像哆啦 A 梦和柯南那样的单元剧，不愿意换下小智。咱也不能说导演的想法不正确，毕竟人家柯南在这条路上确实走得很安稳，甚至还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但问题是你保的这位导演依然江郎才尽，年过70的他实在写不出令人满意的故事了。汤山导演能想到的方案就是不停给小智使绊子，让小智一直拿不到联盟冠军，以此来无限延长小智的冒险。于是就有了在 DP 空降神兽男碾压小智，在 BW 安排虎彻大神5条6羞辱小智，在 XY 整出黄金手里剑等一系列骚操作来阻碍小智夺冠。会议中还提到，汤山导演原本也不打算把阿罗拉联盟冠军给小智，是黄金手里剑事件的影响太过恶劣， TPC 害怕再次被国内外的粉丝炎上，所以才强势介入动画项目，帮小智拿到了阿罗拉联盟的冠军。所以在会议中 TPC 的各位也多次自我检讨，正是因为以前太过尊重导演的意见，给了创作者太多的自由，以至于忽视了观众的感受，辜负了粉丝的期待。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当一部作品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就不再属于创作者，而是大家，并强调作品是粉丝的。不得不说，宝可梦如今能稳坐世界第一 IP 的宝座，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听听人家公司这些高管的觉悟，和现在一些态度傲慢的公司对比，不要太明显。在陈述完当下动画存在的问题和确定要替换小智后，会议就来到了帮动画擦屁股的部分。要怎样收尾才能让观众满意呢？TPC 在与汤山导演商量后，决定制作一集特别篇，与粉丝来场盛大告别，并且还要让小智和他的父亲见面，安排火箭队登场，再以帽子为线索，呼应旅程的开端。同时，为了照顾粉丝的情绪，不仅要避免使用结束、毕业这样的字眼，还要向观众传达出小智和皮卡丘的旅程还在继续，他们会在未来某一天回归这样的信息，来稳定粉丝的情绪。对此 ，TPC 准备提前5个月放出消息，来让大家慢慢消化。同时，为了不让动画影响到主子的销量和整个 IP，TPC 还找来宝可梦公司国际部，准备提前5个月开始做公关，避免再次出现沙莉娜粉丝寄死亡威胁信这种情况。事关重大，他们还要知会任天堂那边。虽然任天堂从来不管宝可梦动画的事，然而当 TPC 收到汤山导演旅途最终化的大纲时，他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把告别小智的这一集特别篇再增加10集。不然呢？
TPC 可能觉得在旅途最终话里，小豪和小春的内容占比过多，有喧宾夺主之嫌。既然是结束小智的故事，那就应该更纯粹一点，理应把焦点放到小智、皮卡丘、火箭队以及最初的伙伴身上，然后再复刻名场面，加入大量怀旧元素，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对于何为宝可梦大师这一问题，也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而不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来糊弄观众。也正是有了 TPC 的干预，最终这样目标是宝可梦大师才能有11集的篇幅，来完整的为小智的故事落幕。也因此更换小智的影响并没有大家预期中的那么糟糕，宝可梦全新一季的动画地平线也得以顺利接棒。以上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了。看得出来 TPC 认为宝可梦动画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阶段，不能再放任它继续发烂发臭，必须得下狠心做出改变。其实原本小智有好几次功成身退的好时机，只奈何动画组那边迟迟不肯放人，甚至还乐此不疲的继续迫害小智，伤透了观众的心，直到大家对动画彻底失去兴趣。宝可梦明明有那么广的受众，在各个领域都成绩斐然，结果就动画在拖后腿，连游戏玩家和卡牌玩家都吸不过来，实在有些说不过去。现在亡羊补牢虽为时已晚，但也不得不这样做。目前看来地平线的收视率虽起色不大，但至少止住了收视率继续下滑的趋势，并且口碑也有所回升。对于宝可梦这种量级的 IP 来说，不出错能稳步向前就不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在20年前动画组能听取石原的意见，早点换掉小智，那大家觉得宝可梦动画会变得更好吗？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